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我超级深爱的全麦黑芝麻包。以前大多是买外面的，但在英国真的很难买到，所以就决定自己动手做啦。而且自己动手做也比较能控制糖量还有油量。那这次测试了4次左右，终于做出自己很喜欢的低糖全麦，然后也比较少油的版本，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我们就来做吧。那一开始我们先来制作黑芝麻内馅，就是这个黑芝麻包的灵魂。那一开始我们先将熟的黑芝麻打成粉，因为我们部分也会需要使用在面团，所以可以全部一起打。打成细粉之后，我们取10克出来给面团用。那在原本的容器杯里面加入盐还有糖，一样再把它们搅打混合。之后打开来，稍微混拌一下，确定它们都混合均匀了。接着我们再加入水，还有椰子油，椰子油这边软化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接着用细胶刮刀或是汤匙把它们混拌均匀，质地像这个样子。它流动性还是会蛮高的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把它加盖，放入冰箱冷藏一阵子。同时，我们来制作黑芝麻包子面团。那在一个量杯中加入温热水，1大匙的糖，还有1小匙的酵母粉，就是速发酵母。接着把它们搅拌混合均匀，然后让它静置一下。我们来混合干粉的部分，中筋面粉、全麦面粉以及一点玉米淀粉，用筷子把它们搅拌混合。我们回到刚刚的酵母混合液，它应该会是有点冒泡泡的状态，就把这个混合液加到干粉中，搅拌混合，搅拌它呈现像是细面团这个样子。接着加入事先保存的黑芝麻粉，还有一点点的植物油，我用的是芥花油。接着就把它们搅拌混合。那之后这个阶段，我会建议直接改用手，会比较容易。那一开始我们的目的就是先把它们按压成团，然后揉合均匀。之后接着就是揉面团的阶段了。这个步骤大概揉5到7分钟左右。揉到面团碗以及手都是光滑的状态，就可以把面团塑形成圆球，底部封住。那这样光滑的状态就是所谓的3光，手都没有沾黏哦。接着我们在表面盖上保鲜膜，准备做第1次的发酵。发酵的时间会依当时的气温来调整，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，让它发酵至2倍大。那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来同时处理芝麻馅。从冷藏取出，它应该是比较浓稠的状态。那我们取一个长条模，里面铺保鲜膜，再把刚刚的黑芝麻糊给倒进来。这里用模具主要是方便塑形用，你用其他的保鲜盒也是可以的。接着我们就把黑芝麻糊给包裹好，像这样子直接放入冷冻，大约1个小时左右。那过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的面团应该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它会像这个样子，非常的可爱。然后你可以用手指压进去中心，它没有回弹，就是发酵完成。接着我们要来准备塑形。把面团移到一个干净的台面上，稍微按压面团。接着我们用中式擀面棍把它擀成一个大的长方形。之后我们用折面团的方式来代替揉面，这样子我会觉得能创造比较多层次。就是把两边都折进来后转个方向，再把它擀开来，接着再折。一样再转个方向，再把它擀长均匀。那这个动作大概重复个3到4次左右，你可以慢慢的感觉到面团越来越光滑，然后越来越有弹性。接着我们把它擀成一个比较扁的大长方形，然后由长边往内收。把它收成一个像木干的长条状，把底边揉合，边边稍微收一下，
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10等份，一份大约是42克左右。接着把它们先用保鲜膜给盖住。我们要来处理黑芝麻馅的部分，从冷冻取出，它应该是非常结实的状态。把保鲜膜打开，把它切成10等份。如果你想要确定它完全是均等的话，可以用称重的方式，一个约20克。之后我们把它塑形成圆球。这里我是用保鲜膜，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油腻腻的。之后把它们放回模具中，然后再放回冷冻备用。接着我们来揉个别的面团，一个面团先把它大略压平，然后这边我再稍微揉一下，折合一下，让它更有弹性。缩成一个圆球之后，我们用擀面棍稍微擀个2-3下，把它擀开来，不需要擀得太薄。接着我们用擀面棍的边边把周围给它压薄一点点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包。你也可以用手指。接着取出冷冻的黑芝麻馅，把1颗放到中心，然后用堆叠的方式把它收合成一个包子，像这样子。尾端的部分记得要扭紧，没有缝隙。接着我们把它翻回正面，放到台面上，再用手掌的部分稍微把它塑形成圆球，这样就是我们可爱的芝麻包，只差要蒸啦。之后用保鲜膜盖住，然后重复完成所有的面团。接着我们要准备2次发酵，那这边我建议是直接可以放到蒸笼里，底部的部分铺一张烘焙纸在每一个芝麻包子下面，放到蒸笼里面。记得让它们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。表面的部分可以视个人喜好，我这边再加了一点点黑芝麻点缀。接着就把它盖住。我们2次发酵，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，让它再长大一点点，大概1.5倍大。另外的部分我是用小的竹蒸笼，一样加盖，2次发酵。第2次发酵非常重要，是让它包子整体蓬松的关键。到它发酵到这个样子，然后你稍微按压一下，它会轻轻弹回，就是发酵完成了。接着我们煮一锅滚水，水的部分不需要太多。接着把蒸笼放下去，加盖，中大火蒸12分钟。蒸好了之后熄火，让它焖5分钟再开盖，这是包子不回缩的关键之一。之后接着就可以把包子取出，置于网架上，让它静置个5分钟左右。使用竹蒸笼也是同样的方式，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黑芝麻包啦。特别添加了全麦面粉，让它含有更多的纤维。馅料的部分我有稍微减少了油量和糖量，所以它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油腻。虽然没有流沙，一样有浓浓的黑芝麻馅滋味。我真的超级爱这个黑芝麻包的，觉得应该之后都自己做了。那以上就是这次要分享的黑芝麻包食谱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这次做的是算是比较健康的低油全麦版本，那下次应该会做一个特别的流沙版，自己还蛮兴奋的。那之后如果有做的话，也会再分享。谢谢你们看到这里。那如果对更多食谱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我把一些私藏的食谱都分享在那里。那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这次就先这样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